为什么我们需要谈宪法？然后如果说只是以最高规范这个概念去想象的话，大概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有宪法大部分的国家都有宪法。那在这样的观点之下，那我们在谈宪法有没有什么意义？我们举一个各位比较可能，如果你们刚上一节上这个国际关系，可能或许会知道，不知道明老师有没有谈到，现在联合国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？现在联合国安理会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？很好是有关叙利亚的问题。那各位想想，叙利亚有没有宪法？叙利亚是一个有宪法的国家还是没有宪法的国家？那猜想你去上网查一查，猜想它一定有宪法，对不对？那叙利亚也有宪法，中华民国也有宪法，那我们是不是都是一样？我们都是有宪法的国家。叙利亚也有一个总统叫阿塞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有总统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差不多一样？是不是只要有一个最高规范，那大家都一样呢？譬如说，他今年8月他任命了一个新总理，就是这个阿塞德总统任命了一个新总理，然后这个总理当然就光荣就职。就职没大概只有44天，然后就叛逃到约旦去你可以想想看，我们的总理或者我们的行政院长叛逃到别的地方去，他才任职40几天就叛逃。那叛逃以后，他到约旦以后就公开声明说，我要赶快离开这个杀人无数的恐怖政府然后要投奔好像要投奔自由，然后希望加入这个革命的阵线等等之类的。那你看到，这个国家也是有宪法，那我们国家也是有宪法，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会变成这样子？那有宪法跟没宪法的差别在哪里？那这里可能就是要来理解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要谈宪法，只是作为一个最高规范的这样的概念，那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最高规范。在任何一个团体组织可能也有最高规范，那光这样的意义去理解宪法显然是不够的。那因此要进一步的理解说，宪法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最高规范，最重要的它是一定要为了某一些特定的目的。那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能够限制绝对的权利那么第二个，它必须要能够保障人民的权利。那这2个功能如果能够发挥，我们才说这样的一个宪法，可能我们可以称为叫做西方立宪主义式的宪法。那么对抗绝对的权利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抗？我们可以说可能有2个途径。第一个途径，我们可以说用外部控制的方式，用外部制约的方式。简单的说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规定一些法律、一些法条，然后来作为限制行使权利的界限？这是一种途径。可是这种途径会产生问题它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就是说这种途径它有没有效？我们可以说对某个程度来讲是有效的，在一定的程度范围里面是有效的。譬如说上下级的控制之间，下级受上级的控制，那么上级要控制下级，它可能设定一些规范，然后用这些规范来控制下级的行为。那么下级如果违反了这些规范，那他就可能因为违反而被制裁。那这种外部制裁的方式，基本上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规范的效果。可是这个放在政治权力里面，特别是对付统治者而言，它可能是没有效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叙利亚的问题，想必叙利亚一定有宪法，它也一定有法律，它的法律绝对不会规定说杀人无罪还发奖金10万块，那不可能，对不对？那杀人一定是有罪的，所以任何一个叙利亚的公民在街上随便乱杀人，然后被警察逮到了，一样也是依照他们的法律要去判刑的。那现在也就是说，这种有规范来控制，显然是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。可是我现在问您说，叙利亚总统阿塞德杀人有没有罪？这就核心的问题。假设有这个阿塞德的禁卫军还是他的特勤部队去杀了人了，谁去抓他？这是第一，谁来去执法？这可能是第一个问题，谁能够执法抓他？那第二个要有人执行法律，第二个还要有人适用法律。那适用法律的谁？是法官呢？法官看了以后，总统府打电话说：“
那个人可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所进行的光荣的行为，请你要正确的审判。所以法院就做出裁判，无罪释放。那这样能够发挥功能吗？在执法的机构，譬如说我们说这个要去抓的执法的机构，他可能不一定有勇气真正能够去执行他的义务，执行他的职权，去把所有的嫌犯抓起来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面对这个最高的这个权力，面对这个绝对的权力，可能就不能够发挥制裁的效果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怎么去面对绝对的权力？那么西方人想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，就是除了外在的限制之外，他找出另外一条路，叫做内在的限制、内在的制约。那什么是内在的制约？用这句话讲，最能够呈现他的精神，就是要用野心对抗野心，要用权力对抗权力。好，怎么样能够用野心对抗野心？怎么样能够用权力对抗权力？那么，在西方立宪主义所想出来一个办法，就叫做权力分立原则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权力分立原则？简单的就是我们用宪法把国家的权力自草分成3部分譬如说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把国家的权力先分开了，分成3部分。分成3部分以后，至少权力一旦分立之后，对你可能造成的伤害可能就会比较小。也许我们回过头来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不是有符合立宪主义权力分立的想法的宪法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就算我们宪法条文是这样写的，我们在实际的宪政运作过程里面，我们是不是限制了绝对的权利？在2000年陈水扁总统当选之后没多久，他就透过他的这个行政院长，那么宣示这个停建核能电厂、核四厂。那这个案子一公布以后，立刻产生一个问题。首先就是我们说，陈总统是刚刚当选的新总统，那么刚刚当选的新总统，对于国家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电厂的核能的政策，他为了要实现他竞选时候的政策主张，我们要建构一个非核家园，所以他就宣布停建核四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说总统宣布停建核四，我们的核四厂是不是就停建了？如果是，那总统的权力是不是绝对的权力？因为他说了就算了。那现在要问的说，那总统在这件事情，或者当时的执政党在这件事情，是不是拥有绝对的权利，可以用来检视我们的宪法到底有没有发挥节制绝对权利的一个效果？好，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稍微回顾一下，他在当选总统没多久以后，立刻宣布这个停建核四，立刻引起很大的反弹。那当时的立法院的多数党就是蓝军，就是国民党跟亲民党，他们反对停建核四。好，因此行政权跟立法权，你看到这2个权力部门就发生了冲突。当这2方争执的时候，各吵各的。立法院说，依照宪法63条，这绝对是国家重要事项，我一定有权管。行政院说，依照宪法53条以及依照宪法53条，我作为最高行政机关，我可以决定我要怎么执行预算。那立法院是说，依照宪法63条跟增修条文第3条第2项，行政向立法负责的基本原则，我一定要有语文。所以没有经过我的认可，你这样要进行停建核四是违宪的行为。好啦，那整个结尾过程大家当然知道，后来大法官做出了释字520号解释。在520号解释里面，首先大法官先强调一件事情，各位如果没有看的话，回去一定要看。我们说上课要事前你一定要先看，如果没有看，你回去要看。大法官先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有关中华民国的核能这个能源政策的问题，这不是大法官能管的事情。
到底要不要核电厂，大法官管不了，大法官也不能够对此发表意见，因为这不是他的专业。大法官管的只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合宪跟违宪，那宪法上面也不会规定我们是要有核电厂还是不要有核电厂，所以这个不是重点。所以不要以为大法官在520解释里面是支持核电或反对核电，他对此完全没有表示意见。那么在4至520号里面所讲的，只是依照宪法的规范的精神，行政机关如果要变更政策，尽管他是新当选的民意，尽管他所面对的是旧的国会，可是如果他是涉及国家重要政策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向立法院报告，要回到行政向立法负责的这样的一个机制。那么现在政府团队进行宣布核释，完全不尊重宪法所规定的立法的权限，所以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跟宪法规范的意旨是有所出入的。OK， 所以这个大法官的解释做出来以后，行政院最后要向立法院报告，立法院最后不认同这样的一个停建的行为，所以最后我们的核四厂是续建的，所以现在还继续在盖之中，虽然还没有盖好，虽然它的问题可能很大，可是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不管台电的问题多大，不管这个核能政策的问题怎么样，可是对我们所关心的一件事是说，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立宪主义的国家？我们的宪法有没有发挥限制绝对权力的这样的功能？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，一个当选的总统夹着强大的民意基础，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他希望是具有至高性、不可挑战性、不可推翻性。可是，在我们的权力分立的结构里面，在我们立宪主义的规范的宪法精神之下，他的决定被挑战、被质疑了，最后是被推翻了。最后的推翻的结果是回到宪法所规定的这样的框架之下。那么从这个案例，我们要强调的是，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仅能够有权力分立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的精神，而且我们也发挥了权力之间彼此互相节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从这个观点看，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立宪主义的宪法，我们是属于一个符合立宪主义精神的，我们的宪法是达到发挥限制绝对权力这样的效果。即使你是当上总统的人，即使你是拥有强大民意的人，你说的话都不是你说了算，还要看看别人怎么说，还要看看大法官怎么说，还要看看别的权力机构怎么说。从这儿可以看出来，我们当然跟叙利亚、跟利比亚那些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。